如果周元对灭神府的暗黑大计划去彻底的阻止，那位神秘府主会直接降临，必然会对上周元。同时，灭神府和神元宫两大顶尖势力大战也会一触即发。但这种局面，目前双方恐怖都不想让其发生。毕竟上一次的交手，周元虽然对神秘府主有着忌惮，对方恐怕也是如此。在没必要的情况下，他们不会选择对神元宫出手，因为一旦出手，那么双方所面临的就是一场生死之战。在萧炎、沐尘听完了夭夭的讲解之后，这才明白了元尊前辈当初创建神元宫的原因。原来元尊前辈一直在阻止着灭神府的那个暗黑大计划，而且灭神府就是当年天古浩劫所残留下来的暗黑魔物所创建。可是那所残留下来的暗黑魔物基本都是魔神之下的暗黑魔物，实力最强的应该就是那位灭神副府主。那灭神府的神秘府主他又是什么身份？为何会连元尊前辈都会忌惮？当年真的只残留了魔神之下的暗黑魔物吗？萧炎喃喃自语着，他觉得灭神府并不简单，特别是那位神秘府主更是深不可测，恐怕对方并非残留生存下来的暗黑魔物的存在。有那么一个瞬间，萧炎都觉得当年的天古浩劫就是一场大计划的开始。不知道大纣究竟为何会被暗黑大帝盯上，为何要掀起那一场天古浩劫，其究竟是什么目的？那些暗黑魔物又究竟来自哪里？难道暗黑大帝真的想要占领大纣，让大纣成为他的暗黑魔界，还是有着其他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？当然这些原因目前没有任何的答案，或许真的只有再次得到那个预言下篇，就真的全部揭晓了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从夭夭刚刚口中得知，未来大纣会陷入一场毁灭级的混沌大浩劫之中。虽然没有明确是那恶魔，但也肯定与那位恶魔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从得知灭神府的暗黑大计划开始，就知道灭神府的诞生就是在计划着复活万魔之祖的恶魔暗黑大帝。等一等，萧炎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立马表情一变。不对，如果那个预言所启示的都是真的，那么毁灭级的混沌大浩劫又与恶魔暗黑大帝有密切关系，这不是间接的说明了灭神府的暗黑大计划会成功吗？所以说那恶魔暗黑大帝会彻底的复活，然后掀起未来大纣的混沌大浩劫，那将会是比上一次的天古浩劫更具有毁灭性的存在。这也是萧炎从那个预言启示中分析出未来会出现发生的事情。众人闻言，萧炎的这一番话，内心早已经波涛汹涌起来，甚至已经预见了混沌大浩劫要降临大纣一般，面色都变得有些苍白起来。萧炎小兄弟的这一番话倒是所言极是，如果按照这样的推演，灭神府的大计划真的会成功，暗黑大帝复活，大道规则崩塌，法则动荡，只有无上主神才有机会抗衡那恶魔，而如今的大纣中根本就不存在无上主神。所以那预言上又启示了无上传承者的信息记载，你们这些无上传承者就是最为关键的一步。无上之境并非所有的神奇修炼者就能够有资格迈入，你们务必超脱大道，登临造化，方才能够迈向突破那无上之境，成为新无上，才有可能阻止那一场毁灭级的混沌大浩劫。必须突破无上之境，成为无上主神，才有可能阻止吗？这距离目前对我们来说还是相对遥远，而且也不一定会100%成功成为无上。但既然我们都是被选中的无上传承者，那么自然会全力以赴。大纣是我们的世界，身边有我们最想守护的人，所以绝不能让那恶魔复活。萧炎和沐尘的神情无比的坚毅，他们背负着无上传承者的责任，必须前行，不管前方等待他们的考验有多么的困难，他们都要克服一切，才能够达到别人都达不到的高度。轰隆，运势盘龙与灭神副府主的战斗也达到了白热化阶段，两股力量在虚无中由远到近，由近到远的碰撞，瞬间爆发出毁灭性的波动，如同雷霆万钧，震得四周空间都浮现凹陷。吼吼，运势盘龙本体发出震天动地的咆哮，其声音穿透云霄，回荡在空旷的这片陨石星群中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心神颤动。然而灭神副府主的脸上突然显露出一张诡异的面具，那魔脸如同深渊中爬出的恶鬼，散发着摄人心魄的恐怖气息。随着魔脸的诞生，周遭的空间仿佛扭曲变形，呈现出一幅幅破碎的画面。魔脸面具如同深渊的入口，散发出摄人心魄的暗黑力量，似乎要将一切光明吞噬，仿佛是黑暗中的大魔王，无形中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在这无尽的魔威之下，萧炎、沐尘以及神元宫的一众人立马脸色一变。那是灭神面具，之前萧炎可是见识过灭神面具的诡异力量，
即便是自己的塔主师傅都被打伤。他们的目光有着担心地盯着与灭神副府主激烈交战的运势盘龙，希望盘龙能够抵御住对方的灭神面具之威。三大主母和小龙与韩吞吞他们的心脏紧缩，尽管只是模糊地感知到这一切，却能清晰地体会到那种深不见底的恐怖。空气凝固，时间停滞，他们的呼吸都为之医治。盘龙他应该不会有事吧？虽然很担心，但也只能这样远距离地看着，毕竟他们就算去帮忙也帮不上一点，毕竟他们之间的实力有着巨大的差距。在魔脸面具的前方，运势盘龙仿佛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一般，面庞没有了之前那般冷静，想要逃离此处。可是魔脸面具的出现，所有大道之法仿佛都失去了颜色，因为在这道魔脸面具的中心有一颗奇怪的宝石，宝石的表面闪烁着幽幽的光芒，仿佛吞噬一切能量，玄妙道法，更是能够让对手进入一个诡异的领域。在这个领域中，任何一位大道之境的大能者都会承受不住那领域中的诡异力量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的运势之气居然无法引动了。运势盘龙此刻也感受到了对方这一招的可怕，虽然自己的实力也不低，但是面对着灭神副府主的神秘招式加持，使得他的运势之气都无法运转。而且他现在似乎进入到了那魔脸面具的诡异领域中，被其中诡异的力量无形的冲击，即便是运势之气在这其中都彻底的消失。此领域非常的诡异至极，这灭神面具不愧是排名36大绝世神器排名第1的存在。在这诡异的领域中，运势盘龙的本体在魔脸力量的吞噬下痛苦地扭曲着，他的身躯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拉扯，化作了一道道扭曲的残影。吼吼！那痛苦的咆哮声中充满了不甘与痛苦，响彻云霄，仿佛要将天地撕裂开来。突然，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诡异之声响起，如同来自异界的呼唤。那具魔脸也露出诡异的笑容。轰！那道诡异领域开始压缩扭曲，直至崩解开来。运势盘龙如同被无形之力推拒，身体倒飞出去，鲜血从他身上溅落，划过扭曲的空间，形成一条条血红的弧线，最后重重地撞击在远处的陨石之中。他的身躯在坚硬的陨石上留下了一道深邃的痕迹，鲜血如同无法遏制的红色溪流，从他身上的伤口中涌出，滴滴答答地洒落在冰冷的陨石面上。灭神面具，那道令无数大道主神大能者都闻风丧胆的绝世神器，再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诡异力量。运势盘龙在陨石中挣扎，他的身躯被灭神面具的力量重创，他那不甘的痛苦怒吼在寂静的虚无空间中回荡。可恶，少了混元魄，我的力量竟然被限制了这么多。运势盘龙咬牙切齿，不甘心地捂住自己鲜血淋漓的伤口，但即使力量受限，也不能就此倒下，因为他一旦倒下，1151苏佑威他们恐怕更会危在旦夕。而面对着已经受伤的运势盘龙，灭神副府主的气势骤然大涨，他的眼神冷漠如冰，声音更是不带一丝温度。一只臭龙而已，还能够掀起什么浪花？不过能够让本副府主施展灭神面具，你也算是对得起神元宫2把手的位置了。言语间，灭神副府主的双手轻轻一摊，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，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开来。看样子，灭神副府主今日要将这位神元宫2把手给彻底的灭杀。同时，神元宫的3大主母和其他人也一样如此。运势盘龙挣扎着从陨石坑中站起身，他的那一双龙瞳之眼如同2颗深邃的黑洞，凝聚着最后的意志。即使力量被大大的限制，即使身陷绝境，他也要战斗到最后，因为他也有自身盘龙的尊严。灭神副府主，尽管放马过来，我的底牌想必你也还没见过，那么今日就让你尝一尝我运势盘龙的底牌之可怕，远超你的想象。作为神元宫的2把手，实力仅次于元尊的存在，这还是自身实力被限制的情况下，那么如果获得混元魄的话，那么他的实力将会彻底的打破限制，从而获得完整的气运运势。到时候即便对方施展灭神面具，他也是能够将其轻易的击败。听着运势盘龙这番挑衅的话，作为灭神府的副府主自然不会惯着，旋即他的眼神中闪过对盘龙在这绝望中的勇气，带着一丝赞赏，但很快又被一股杀意的冷漠所取代。运势盘龙这样的大道者必须斩草除根，今日与神元宫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早已经立下生死，所以能够将这些神元宫的核心人物就此击杀，到时候还真的想看一看，知晓自己的重要之人被击杀，元尊的表情是不是尤为的精彩呢？一想到这里，灭神副府主对盘龙下了必杀之心，脸色阴沉如墨，眼中杀机凛然，身体被黑色魔气缠绕，一股刺骨的魔气瞬间爆发，瞬间弥漫了整个陨石星群之中。他的双手挥动，引动恐怖的圣魔之力，周围的空气扭曲，魔威肆虐，如同一头蓄势待发的猛兽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欲将一切吞噬。